出生以来就是有一个蛮严重的听障，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吧，那个视力就会开始的恶化。戴了那个助听器，应该是跟普通人都一样，拿掉这个助听器，你就等于打破这个桥梁，是完全听不到吗？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讲话，脱下助听器，我就听到欢迎继续回到妹妹套，我是眼妮现金，我是拉斯达妹妹。今天我们有一个帅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是我的网友，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知道我在 follow 他但是我就是在小红书看到他的一些的分享，我觉得很多的正能量，然后我觉得他的故事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那他是郑玉啊，是一 Hello， 大位家好，芯片工程师，跟他 say 个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玉，我是一个芯片工程师。因为他自己本身其实是有那个 Usher Syndrome Type 2，那你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吗？ Basically, Usher Syndrome Type 2呢，它就是一个基因缺陷来的，华文名字叫做尤塞尔综合症，类似这样子。其实还有几个华文的名字，可是比较普遍来说，叫做尤塞尔综合症。有这一个基因缺陷的人，他基本上都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的听力会先天性的失聪，半失聪吧，我会说，就是我出生以来就是有一个蛮严重的听障，我是需要依靠助听器来辅助我每一天的沟通，跟同事也好，跟家人朋友都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吧，就是18、19岁开始，那个视力就会开始的恶化。那怎样的恶化方式呢？就是我们看东西左右上下是180度的。那如果有这一个 Usher Syndrome 的人呢，他年少时期开始，他的视力会开始从旁边慢慢的恶化到最后一个程度，我们只能看中间一个很少的区域。然后这个所谓的恶化的这个现象，其实在英文里面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 tunnel vision， 就是我们好像在通过一个管道去看别的东西，就好像你去驾车在根丁海伦不是要经过一个德罗旺啊，如果你在远远看那个德罗旺，你就觉得那个里外面的那个路很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吧。总的来说，就是如果有 Usher Syndrome 的人，他会有两个缺陷，一个是听力上，一个是视力上。在我的眼睛上面所看到你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因为你是一个芯片工程师，然后也是一位学霸。那其实在有听障跟视障问题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你的学习能力还是那么强？首先我会先说，其实这个算是上天特别照顾我的一点，他带走了我一部分的听力，带走了我一部分的视力，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脑力，所以我在学习方面，在我的学习能力会比较稍微比别人强那么一点点。就是我通常只要看过的东西，学过的东西，我自学我都可以学到大概一个程度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小学、中学、大学很大程度我是靠自学去达到那个程度的。所以你的学习上面你是跟我们正常人的一样的 syllabus 吗？对，因为我是上普通的小学，上普通的中学和普通的大学，我没有进过任何的特殊学校。因为在我小时候呢，我的视力还好的嘛，因为视力是到中少年的时候才开始恶化，所以小时候是只有听力的问题。那听力的问题，如果带助听器，它能够弥补到大概是80%到90%，所以我在听力上还是有一定的保障。所以我在学习方面呢，只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听力缺失，所以在学习方面上还是可以跟正常人去走一样的那个道路，去上正常人的小学跟普通的中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讲错，你再纠正我。对我来说，就是有听障力方面的问题的人呢，可能是他带了那个助听器，应该是跟普通人都一样可以听，只是比较小声。所以在这方面的这个缺陷，你会有怎样的挑战？有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第一点呢，就是比如说老师在前面说话，如果隔得太远的话，就算我们带上助听器，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没有办法听清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有特地去和老师沟通，就请让我的孩子坐在前面一点点，可是又不要太前，因为如果你坐在比如说第一排，老师就站在你的右手边或者是站在左手边，你其实没有办法去看到他的人或者是嘴型，因为我们听障人士呢，他们也是
蛮依赖看嘴型来猜出你说什么话，所以最理想的状态其实是坐在第3排、第4排这样子。通常我在小学、中学这6+5 11年以来，我都是坐在第3排，直到后来我在中学 Form 4 Form 5，也就是16、17岁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自己自学了，不需要太靠老师了，我才选择性去坐后面，因为我那时候长得比较高，不要顶到别人。那你在工作方面呢？就是因为你从事就是芯片技术这一方面的事情，搞的工作，就是那个竞争也蛮强的，要怎样去确保你是在最前面的，保持竞争力。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要归功于我们芯片行业，因为我本身是在 AMD 工作，AMD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都知道美国公司他们在人性化，我们所谓的福利会比较照顾，所以他看到如果他的员工是有一些缺陷，其实他们并不会特别去比较和普通的员工反之他们会特别问你需要什么帮助所以其实我进公司以后，其实我都有跟我的上司、我的同事说，其实我有这个听力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可能在办公室里面，如果你们说讲话小声一点，我会听不到，所以可能你们要提高你们的声量，放慢一点，必要的时候就需要再重复几次。最好的情况其实是你不要戴口罩，口罩其实对于听障人士来说是一个天敌来的，好像猫追老鼠大了，看不到你的嘴型。COVID 的时候很辛苦。对，真的，我 COVID 的时候，我几乎天天都想打人了。我没有一些 personal issue，只纯粹是因为你戴口罩。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戴助听器的人是可以戴耳机的吗？其实这个是要看情况了，看你戴的是什么助听器。好像如果你戴的是好像我这样子的耳挂式的，那戴那个耳机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回音。那如果你是戴耳内式的，就是你在外耳上面是看不到的，它是直接放在你的耳管道里面，那一种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放下去，直接放进耳管道，你是看不到它的那个助听器的。可是我这种呢是耳挂，是盖在耳朵的外面，有看得到的。所以你会戴耳机，但是你不 prefer 戴耳机？对，我现在也戴的耳机，其实是我是直接放着它，这样放着它，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听到完全清楚。可是我还可以依赖现在的 software 有一些字幕的function，所以我还是可以用那一个来去弥补啦。好像我看戏的时候，我也是蛮多时候是依赖那个字幕来去理解内容的。如果人家看待这些残障的人士，他们就会以怜悯的那种方式去看待。你自己觉得大家需要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你，还是你觉得你们可以把我们就是当作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们也是有很强的能力？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问题是蛮主观的。我会这样子说吧。我们先不说视障还是听障，残障人士基本上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有属于自己的情感，有属于自己的喜好，有一些残障人士会比较开放的，有一些残障人士会比较内向的，所以其实当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对方是属于怎样的一个残障人士。好像如果我这样子的，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我其实不方便去隐瞒，因为如果隐瞒的话会影响到我工作的效率，或者是我在别人的沟通的时候，如果我不让他们知道，他们会觉得跟我沟通特别麻烦。所以在我的个体来说，我会比较喜欢别人把我当作是一个需要特别关照的残障人士。可是我知道的是，有一些残障人士，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他们是坐轮椅的，他们会想说，虽然我是坐轮椅的，可是我在其他方面还是和正常人一样，那请你不要用看待残障人士的眼光来看待我。会有一些人会有这样子的这个顾虑，那其实是看个人的啦。你会不会觉得让大家都知道你的情况，会让你生活上面更轻松一些些？因为觉得我好轻松哦，我不需要去很用力的强迫自己，我很健康，我可以听到你讲话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体两面，它有好也有不好。不好的东西就是别人可能会对我有一些偏见这个人很难沟通的啦，耳朵听不到。可是好的东西可能就蛮多方面的，比如说比较愿意帮助我的人就会知道怎么做。我觉得我可以带到一些不同的价值，就好像我们的皮肤，我们有黑人，我们有白人，我们有黄人，都是人。那如果我保持着这种没有错，我就是残障人士，我需要你的帮助的心态去 approach 别人的时候，我也可以带给人家一个价值，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是需要去尊重不同的人，不管是身体上的健全程度，还是你可能有不一样的个性，我们都会
付出不一样的牺牲，或者是妥协，或者是去尊重。你刚刚有说，其实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挺靠看人家的唇语来猜他讲的东西是什么。那你会不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偷偷看一下那个人是不是在讲我坏话，还是什么这样子的乐趣OK，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小误解在那边。我们听障人是很依赖去看别人的嘴型来大概猜他们说什么，可是那不代表读唇，那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好像 Tom Cruise 在 Mission Impossible 远远看人家就可以知道他们在讲什么话，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不否认我能够去学习，可是现阶段的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其实别人要说我的坏话是很简单的，你们就说罢了。我有80%跟90%的时间我是听不到你们说吧，敢说。那我想问，就是在马来西亚，人们对残障人士的态度是怎样的？你有没有遇过好像人家歧视你啊、嘲笑你啊，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尊重你，大家都非常的体谅你这样子？我们先做所谓一个国家的观点来看，对这个残障人士友善不友善？那我去过几个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美国、纽西兰，我觉得他们对残障人士的一些措施或者是政策是值得我们马来西亚去学习。那么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马来西亚人的身上，我觉得相对他们对很多人都是有一些包容的。就好像拿我的同事来说，可能他们是有接触过这一类的教育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我跟他们沟通，他们都能够用很包容的心态接纳我的弱点。好像我如果说不清的话，他们都会重复几次。那如果你能够把你的问题提出来，通常他们都是愿意帮你解决的。那小时候呢，会不会遇到一些你觉得同学？有在小学时期的小朋友，大致上还不够成熟，所以他们可能看着你的都带着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啊，我来拿来玩一下，直接拔出来就这样玩。其实这个动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噩梦来的。助听器你要把它想象成是我们听障人士和外界其中一个桥梁。如果你拿掉这个助听器 without my permission， 你就等于打破这个桥梁。是完全听不到吗？可能一点点，可是我在说什么，全部声音好像粘在一起这样子。我现在在跟你讲话，脱下助听器，我就会听到不清楚。明白。所以其中一个你最讨厌人家对你做的事情就是抢你的助听器。不要惹我我会变成杀人犯了。还有没有得放在体内的那个助听器？如果对一些小朋友来说啦，一些听障孩子他们年纪还小，然后再考虑佩戴一个新的助听器，我其实会蛮考虑他们去建议购入一双耳内式的，就是你看不到出来，这样子他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少机会去看到这个助听器，也不会特别去捉弄他。这个是睡觉的时候也不需要好像要脱下来还是什么之类的？很遗憾，助听器你睡觉、冲凉、游泳都需要脱下来。我最近在电影院有看了一部戏，里面有2个角色，一个角色呢他是主张不戴耳机的，然后就是用手语来表达，然后另外一个是主张是要用耳蜗就是有那个耳蜗手术，然后让他们可以听得到外界的声音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戴耳蜗手术的人没有办法潜水，但是用手语表达的那个人是可以很自由，因为他也没有戴耳机，可以很自由的去潜水。我不知道那个戏做的有多正确，有听障的人士是真的可以潜水的吗？我们先想说耳蜗和助听器这两者之间的分别。听障人士呢，其实它是一个线光谱，一个 spectrum。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可以听到一点点，有一些人他们还可以听到很多。比如说如果0%是聋人的话，100%是健全人。听障人士其实可以在中间不同的点也都叫听障人士。那如果你是越靠近0%的人，这样就代表你越需要戴耳蜗，做手术去戴耳蜗。如果是你越靠近100%的人，就代表你只要戴助听器就好。对，有分别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耳蜗手术的。对，其实这一点我也是有问过我的医生，因为我的听损也是蛮严重的，我有问过他，其实你的专业来看我需不需要戴耳蜗，他给我的解答是说，只要助听器还能够帮助你，那就选助听器，不要考虑耳蜗。一个好的助听器可能20-30千一双，我说的是好的助听器，比如说一个 iPhone 的助听器这样子，相对的比较 budget 的比较便宜的助听器，可能8千10千就可以拿到一双。一堆耳蜗
需要至少80,000来做那个手术。好贵。对，那个价钱其实是差天和地的。所以当然就价钱来说，如果助听器能够解决了，就用助听器。而且耳蜗，如果你做了手术装了耳蜗，不代表说你装了耳蜗的那个效果会好过助听器的效果。这些耳蜗或是助听器呢，需要更换的吗？助听器是需要更换，就像我们电话这样。电话也是一个电子产品，它是会衰的，它是会坏的。我们的电话可能5到7年就换一部新的电话，助听器也是大概类似这样的一个寿命。5到7年又要花另外的20,000、30,000，没有错。可是我说的20-30千其实算是比较高贵的助听器，比较好的助听器。所以如果我们budget 有限的话，就可以换一个10,000这样子的就好。每6-7年就要花这一笔钱。我觉得现在的助听器跟我小时候看我的朋友的助听器有很大的区别，以前可能会比较大个的是吗？那其实以前的助听器跟你现在戴的助听器有多大的区别？就是小时候听得不太清楚，但现在听得比较清楚。其实我们可以拿电视机来比喻。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电视机那个像素可能是比较差，一样的那一个像素呢，也是可以 apply 在我们助听器。以前的助听器可能比较大个，因为芯片比较大，现在的芯片都很2 nanometer、3 nanometer，以前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助听器越做越小，因为现在的芯片也越来越小。而且现在同样的芯片，你能产出的声音也更加清楚。所以它不只是声音的那个 quality， 它也是体积上的大小也是越来越进步。都是你们芯片工程师的功劳不是啦，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可以这么说。在马来西亚你有申请 OKU 卡吗？我是有一个马来西亚政府颁发了一个 OKU 卡，没有错。那有特定的福利吗？就是可能资助你这方面的一些费用之类的。这个耳机会有受到资助还是帮助吗？我是有 income 的，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去拿到这个买助听器政府给的一个辅助金。可是我知道有一些个案是他们可能他们的薪水没有那么高，可能在B40 之类的，其实你可以将我们的 JKM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去申请购买助听器的辅助金。我记得是有这样的东西，我已经很久没有去研究了，可以去问问看。而且不只是购买助听器的那个辅助金，我说的是任何残障人士，不一定是视障和听障，任何残障人士只要是走政府的小学、中学或者是大学，每个月都可以拿到一个辅助金。如果是在可能是奖学金方面，或是在进大学的一些福利有没有？也是有，因为我之前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们是经过一个叫 UBU system 来去申请要进什么大学。那时候其实有一个选项就让我去勾，就是请问你是 OKU 吗？然后我就有勾了，然后后来我是有拿到大学。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残障人士在政府的眼光，其实他会帮助你去拿政府的大学。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吧，都有的，对我相信是有的。在马来西亚的那个 OKU 的设施虽然是没有去到很完美，不过还是蛮友善的。其实我会想说，跟很多国家比，它还是顾到蛮周全的。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是残障人士，你有那一个 OKU 卡的话，你去很多旅游景点，你都是不用给钱，好像一个 VIP， 不用排队。不只是不用给钱，还不用排队，不用排队，上升西山直接上。真的蛮友善的嘞。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考虑过想要去学手语啊，或者是唇语？其实我觉得学手语这个方面呢，是我有去考虑过。其实我本身也是有自学过一些手语，所以我是会用手语来 spell ABC 类似这样子的啦。可是我还没有到达会沟通。对我个案来说，学手语可能反而没有那么大帮助。刚刚我说我的视力是有限的，对，比如说我现在看着你的话，我看着你的脸，其实我没有办法看到你的手。你的身体这边我全部都没有办法看得到，你在这边做手语我也看不到啊。明白了。我不反对，就是说听障人士很多是需要学手语，我绝对赞同这一点。可是就我个案来说，它是没有帮助的。我有时候会对手语感兴趣，我朋友有一些是用手语来沟通，然后我有时候会学一些简单的手语啊，然后跟我的老公讲，这样我要去 toilet。
踢吗？对就觉得有点好玩，因其实为人手语蛮家是看不出我在做什么。是，而且如果你手语的话，你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你可以讲坏话，我可以保证智商有8%的人都听不懂手语。刚才有说我去看一个电影，然后那个时候呢，那整个电影院的人，其实我发现到有一些人他是可以听得见，然后他也可以说很流利的语言，但是同时他一下子用手语，一下子讲话，一下子用手语，一下子就讲话，他刚好就坐在我前面，就想到底他是有什么障碍呢？我就想，我最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可能什么障碍都没有。没有啊，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外语来学啊，对就好像你要学泰语，要学韩语、日语，其实也是一个语言来的。我觉得也是很好玩一下而且手语有另外一个优势，你远远你都可以看得到，你不用因为距离而听不见。而且如果你会手语很熟悉的话啦，你比手语那个速度啊，好像人家那忍者在比手音这样子，很快啊，真的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了。真的。现在可能有一些的年轻人，就算他是健全的，他也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情绪上面觉得自我价值啊，或者是觉得人生很失望啊，或者我们常听那些年轻人讲我不要努力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看不是只是我看啊，有时候我也是觉得以前的我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其实我这么努力为了什么嘞？有时候也是会有就是气馁的那种感觉，沮丧的时候，但是我常常一想到这个东西，我就会想到我身边我认识的一些视障朋友啊，或者是听障朋友，他们也很努力，他们的生命很长的时候是很鼓励到我其实也挺不错的。那我再努力一点，其实我也可以做到，因为他们做了很多是我做不到的东西。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要探讨的话啦，其实主要的核心问题是说，如果一个健全人或者是残障人士，你自己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的话，那如果是我个人来说，我会把这个问题拆开成2个部分来说。首先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跟健全人士想要说的话，就是身体健全对你们来说，我不会下定论说那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我不会那么说，可是我绝对能够保证说那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你不需要担心你在电梯跟人家讲话你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你不需要晚上要出去去参加什么活动，你不用担心视野不好驾不到车，你也不用担心你去一些 building 啊或者是一些建筑物的时候，你坐着轮椅按那个电梯的 button 按不到或者是如果它是楼梯的话，你也担心走不到上去，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东西耶。其实在身体的硬件上面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们会觉得迷茫主要是在软件的部分。软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在心智上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你不知道你厉害什么，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所以才会迷茫嘛。所以我觉得这主要的核心价值是不够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要怎样去逃离出这个迷茫的东西，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怎样了解自己呢？我会这样子说吧，你们怎么样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菜，喜欢吃什么食物？你们一定要去吃过不同的食物，你们才知道啊。也就是说你需要去探索不同的东西，你才能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不要阻止自己去发展。对，如果你跟我说我不知道我要什么，因为我一直都在待在房间，你当然不知道你要什么啊。因为你都没有去探索外界。你要知道你完全没有问题在探索世界这方面。你不要跟我说你有什么借口阻止你去探索世界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借口来了。那我想了解一下你芯片工程师的这一方面，尤其是在科技发展的这个时代，非常的热门的一个行业。在外国，如果是芯片工程师的这个职位呢，是非常的抢手。那你有想过就是去外国发展你的行业，或是你还是想在我们都爱的马来西亚？其实我本身也是有考虑过，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性我可以去往外国去发展，最靠近的就是新加坡。然后再远一点可能是泰国、台湾，或者是甚至去到美国。当然你去外国来说薪水方面会相对可观。别人你赚人家1年，你就等于在这边赚了几年的钱。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去到外国的话，虽然在金钱上是非常的有优势，可是我相信东西是一体两面的，有好一定有不好。
你在外国一定有它的劣势所在，比如说如果你去美国的话，可能在生活的安全性就有一些的牺牲，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合法带枪，台湾的话虽然也是非常可观，可是相对来说我知道台湾他们的工作文化会比较忙碌，会有很多时候你可能在星期六星期日不大有办法是去往外去玩之类的，所以我在这点是觉得有一些顾虑啊。后来我就想说，在马来西亚，其实美国公司对我们马来西亚的员工还蛮友善的，人性化人性化，而且我们还可以有 flexible working hour， 好像我个案来说，我甚至还可以 work from home。这对我来说会比较重要过在金钱上的一个追求，所以到最后我觉得就我个案来讲，我比较适合在马来西亚待着先，至少近来5年是这样吧，我会这样子。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是可以发展的，然后同时也带着我们的国家的那个进步一起发展。对啊，对啊，而且他刚才说一个点就是金钱跟生活平衡嘛。对享受，work-life 现在这个 balance 状态。哈我跟你整个谈话下来，你的声音其实蛮好听的啦。谢谢。刚才又讲人家帅，现在又讲人家声音很好听，哇，我称赞你真的很有情绪我价值都全盘了。接受。我没有跟你客气哦。为什么嘛？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海岸的人，啊我是东海岸人可以 ，OK， 你可以东海岸做隔壁。不是，我有住过Terengganu 的。又来啊你！我是特别对东海岸人哦，会有一种莫名的那种亲切感。本来刚才一开始跟他聊天的时候没有的，一直到他是关丹人东海岸线的，我会觉得特别有亲切感。这样我们要找一点东海岸的人过来这边访谈我要做东海岸 podcast。对，核心价值就是，我觉得我们健全人也好，还是残障人都好，生下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功课要做的，就是去了解自己，就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最想要什么。其实如果你讲说我做一个芯片公司，我跑去探索一个和我的行业完全没有关系哦，就是用演讲的这条路是完全没有关系哦，这个是一个不理智的选择吗？对于有一些人可能是这样，而对我来说那是我的生活啊，我喜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可能都会看到不一样的答案，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到头来我们还是要对自己负责任啊，就是我需要什么，我喜欢什么，到处去探索。你探索了，你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会有一个怎样的影响。它是一个正的影响，它是一个负的影响，它是否会让你带来更多的生活力，让你在各个领域方面有一些提升，让你觉得生活很充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你要有工作以外的那个兴趣，那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推动力。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推动力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东西，包括工作，包括你的生活，包括你跟别人的关系都变得更加的好，变得更加的有 motivation。我觉得他刚才想的一个，我也是很赞同的，就是人生路很长嘛，你要不断的去尝试，你不知道哪一天你遇到了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人生也可以这么好玩的。对啊，对啊，所对啊，以不断的去探索吧。如果在听的你是在纠结，哎呀，我到底要不要去 explore 一个新的爱好呢，或者新的一个领域？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的，如果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会让你开心的话，可以尝试去做一下，可能没有很大的成就，但至少你去尝试了，让你知道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还是说你会不会真的会爱上。对，不要有遗憾了。对，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我是野内新眼睛，我是拉斯达，拜拜，再见。